欢迎收听 Let's 能香鼻祖的香氛世界。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一下香水这件事。你是不是也常常站在那个香水柜前面，看到什么香精啦、香水、淡香水、古龙水，哇，整个头都昏了，想说啊，这些到底差在哪里？这个问题真的超多人问，他们不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哦。背后那个香气的浓度啦，可以香多久啦，适合什么时候喷，甚至那个价格，其实差蛮多的。哦，原来是这样。对啊，所以搞懂这些，你才比较好找到真的适合你的那个味道。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拆解这个香氛密码，让你从可能有点雾煞煞，变成香水小型家。而且等一下还会特别介绍一个从意大利罗马来的很有故事的香氛牌子哦。听起来不错。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问题，那个香精、香水。对，有时候叫淡香精，还有淡香水跟古龙水，它们最根本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好，这个最核心的差别其实很简单，就是里面那个香氛萃取液，也就是我们说的香精油，它的浓度不一样。浓度？对，你可以想象就像我们喝饮料，香精就像是那个超级浓缩的原汁，古龙水呢就像是加了很多水稀释过的。这些香水产品全部都是香精油、酒精还有水，用不同比例去混合出来的。原来是比例的游戏。那这个浓度，是怎么样分的啊？从最淡的开始说好了。好啊，最清爽、浓度最低的就是古龙水，英文是 EO 的 Cologne， 简称 EDC。对，它的香氛浓度大概只有2%到6%，很低哦。哇，才2%到6%啊！难怪人家说古龙水喷了好像很快就没味道了。没错，它一开始甚至有点像是提神醒脑，或是以前人用来消毒的东西。所以味道通常很清新、柑橘调那种，散得也快。了解。那比古龙水再浓一点点的是什么？再来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淡香水 ，EO 的 Tolerant，ET。ET 这个很常看到。对，它的浓度大概是5%到15%。市面上超多香水都有出 ET 版本，很普遍。它是从法文那个 Faire sa toilette 来的，意思是梳妆打扮。梳妆打扮用的水。对，就是纸化妆台上面梳妆时会用的那种香水啦。长知识了。好，那 ET 再上去呢，是不是就我们一般讲的香水了？接近了，更精确一点叫做香水，或是现在更常听到淡香精 Eau de Parfum，EDP。淡香精。对，它的浓度大概是10%到20%。现在市面上 EDP 越来越红了，因为很多人觉得，它的香味够明显，持久度也还不错，但又不像纯香精那么有侵略性，算是个平衡点啦。10%到20%，听起来好像蛮刚好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感觉。没错。那最厉害的浓度最高的那个呢？那个就是香精 perfume 或 parfum， 浓度通常在20%到40%，有时候甚至更高。哇，20%到40%。对。这个就是香气最浓郁、层次最丰富的，当然了，通常也是最贵的。这样就懂为什么小小一瓶香精要那么贵了。对，那除了干瓶子上的标示，有没有比较直觉的方法可以分啊？像是大家很在意的那个持香度。持香时间这个就很实际了。虽然说每个人的体温啊、皮肤状况啊，还有天气什么的都会影响啦，但大致上持香时间跟浓度一定是正相关的。像古龙水 EC 浓度最低嘛，大概就香个1到2个小时吧，很短。那 ET 呢？淡香水 ET 淡香水大概可以撑个2.5到4小时左右。半天左右。对，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喜欢没事补一下香的人，或者活动时间就几个小时，那 ET 就蛮适合的。了解。那 EDP 淡香精呢？感觉应该更久了吧？对。EDP 通常可以维持4到8个小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时间，撑过一个上班日，或者去吃个晚餐、参加个活动，都还蛮够用的。4到8小时，这个听起来很不错比较不用一直补。是啊。那最浓的那个 parfum 香精呢？撑一整天没问题吧？ Parfum 香精6到8小时基本的，甚至更久。有时候你隔天闻衣服，可能都还有那个淡淡的后味。哇塞！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些时间都只是大概。比如说同样是 EDP， 那种很清爽的柑橘调，一定比那种很浓厚的木头味散得快。对。还有体温高的人，皮肤比较油的人，通常比较会抓味道，
会比体温低、皮肤干的人持久一点。原来还有这个差别。对，所以真的还是要自己喷在身上，试试看最准。没错，这个补充很重要。不过大概知道这个规则，挑的时候心里就有个底了。好，那既然知道浓度跟持香度的差别了，聊了这么多香水的知识啊、玩法，我们来聚焦一下意大利的法林贝尼萨林贝尼啊，对，萨林贝尼，可以多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吗？好啊，这个萨林贝尼 Atelier Salimbeni， 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品牌。他们自己是强调说，他们保留了那种古老工匠香水店的魅力，是一个家族品牌，专门在做高品质的居家香氛跟个人香氛。他们是想要传达一种他们叫做意式嗅觉体验，但意思大概就是融合了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原料很讲究，还有就是意大利人那种很懂得享受生活，很注重感官享受的态度啦。把意大利的生活感融入香氛里，可以这么说。那他们有哪些产品可以体现这种感觉啊？在个人香氛这一块，他们主打的就是我们刚刚聊很久的淡香精 ETP，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可以选。像这款拜占庭蜜心海地香根草，它就是一支 Eau de Parfum， 也就是香水。它的味道是那种很沉稳、很深邃的木质调，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说的持香度跟质感兼具，给人一种很安心、很可靠的感觉。另外一款同样是 Eau de Parfum 的东方幻境玫瑰琥珀，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咯。它是一种温柔里面带着温暖的香气，充满了浪漫的感觉，这就完美展现了香水这个类别丰富多变的魅力。他们也有一款很棒的淡香水，叫做海神许愿池羊绒木海风，光听名字就很有画面感，它闻起来就像罗马的喷泉一样，又清新又自然。这就是淡香水的特色，轻盈好搭，非常适合日常使用。然后我就很贴心的一点是，他们除了有正常100 ml 的大小，几乎每一款都有出那个15 ml 的小瓶装。对，这个刚刚有讲到，超棒的，是不是？就很适合想要试试看不同味道，或者是常常需要带出门的人。没错，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那如果大家对今天聊到的沙林贝尼香水还是其他香氛的东西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话，就非常欢迎你到我们 Lesnay 香鼻子的官方网站去逛逛看看 www.lesnes.com.tw。非常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下次再跟你一起深入聊更多有趣的话题咯。